你身边是否总有一两个朋友，他们上学期间总是看起来不怎么学习，也很爱参加不同的活动，但考试总是名列前茅。步入职场后，他们依然吃香，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、组织能力，甚至能做到过目不忘，让他们不久就抵达一定的高度。难道没有人好奇他们怎么办到的？也许许多人会认为，哎呦，他们是天生基因好，家教老师教得好，父母的奖励更加好，这就是邻家小孩与生俱来的优势。但造就一位人才，以上这些都是辅助而已，这只占了 20% 的因素，其余的 80% 都是来自于学习的方式。真正的知识并不只限于理解书中的意思，而是能把原有的知识联系起来，形成自己的知识网，才能把它应用在不同的场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永豪，今天为你讲解高手背后的学习模式。作者 Scott Young， 斯特克杨是位加拿大的学霸，他曾用12个月完成了4年麻省理工的33门计算机课程，节省了150万的大学学费，并1年学会了4国语言，1个月就学会了专业肖像画的描述技巧。以下这本书就是教我们如何高效学习 Learn more and study less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书中作者提到，要做到高效学习，事前必须要认清是什么阻碍你的学习，如拖延、分心的环境。之所以会拖延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下一步明确的行动写清楚，导致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开始。而解决的方式是必须建立一个学习地图，把学习的内容拆解成一步一步的行动。就好比如说，若你要做影片，清单里不能只有影片，因为太不明确，所以必须拆解成为：第一，写讲稿；第二，找素材；第三，录音；第四，设计缩图；第五，剪影片。这些步骤就会很明确，让我知道该做什么。此外，我们必须列明为什么我们想学这个技能，因为唯有抱着强烈目的去学习，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。接下来就是寻找你所具备的知识，而不是东学学西学学，最后学得一无是处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半桶水。第二，打造工作环境，确保桌子是干净的，准备所需要的工具，笔记、笔、电脑，这些都准备好，并把电话放在一个无法触及的地方，并调去静音。因为根据调查显示，电话是最容易让我们分散注意力，导致学习成果不佳。把周围的干扰声音都屏蔽，再根据你的学习地图并赋予进度，好让你快速进入学习状态。这本书中最为核心的是整体学习，是透过技巧和一步一步的步骤，让你理解如何吸收和整合信息，并把原有的知识和新的知识互相连接，从而轻松地驾驭知识。这本书总结了整体学习的4大步骤。第一，分辨和储存信息。要知道，大部分人过去不管我们在学习历史、程序、语文、数学，我们都是用机械记忆，也就是反复记忆讯息，希望以此牢记讯息。但这是一种糟糕的学习方式，因为我们大脑没有计算机功能，无法精确复制讯息。所以作者把获取的信息分为5种：随意、观点、过程、具体和抽象。随意信息是属于一种零零散散的知识，随意随忘，就像乐器、物品、名词。就好比如说，你的外婆让你带香蕉、牛奶、花生、牛油和果酱，这时候为了记得，我会选择使用联想法，将一系列的物品串在一起，就像一个链条。这时候你脑袋可以开始联想，在一个大热天，我把牛奶喝了一半，然后去了动物园。但相当不幸的是，猴子把我的香蕉和花生都偷去了。回到家才发现，黄油和果酱都把裤子弄脏了，回去让婆婆大骂一顿。说真的，这一个片段你可以自己选择，可以很生动、疯狂，不用管它到底符不符合逻辑，尽可能想成一幅画，回忆起来也很简单。另外，英文字母也可以帮助你把5个东西的第一个字母分为 B for banana, B for butter, J for jam, M for milk, P for peanut，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，就是 BBJMP。 如果你再想不起来，就把它换成中文，Baby 角膜破，往往只要有第一个触发物，
后面就会联系起来。就如我想到婆婆一样，我就会想成香蕉、牛奶、花生、牛油果酱，想到奶奶大骂我一顿的画面。第二是观点信息，是你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。这类似的讯息必须快速阅读，浏览和你不同的观点和细节部分，加上本身要大量阅读不同观点的数据，方能更快地掌握书中的要点。读一本书和读10本书，结局会大有不同。在技术层面，最好可以列一张思维导图 mind mapping， 这样的话，所有的观点就一目了然，也可以快速了解观点背后有什么理据。第三，过程讯息，这讲述了一系列的动作，也就是操作步骤，就如写电脑程序、学 Photoshop， 都是要你边做边看。如果你只单单看而手不动，就算看了10多遍，效果也不会很大。因为这类似的讯息需要投入时间用于练习，你可以对概念理解的不好，但必须实际地掌握动作。第四，具体信息，就是我们能看到、闻到、触碰到，就像我们人的脸、五官是立体的存在。例如，当你看到某人的眼睛，想象你正在看到一幅画，眼睛是画中最亮的颜色，然后是眉毛、嘴巴、鼻子的高低和大小等。尽可能使用内在法，将自己的感官体验联系起来，就如图片上的五官的描述，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见解和形容词，好让你更加容易记得五官的特征。第五种，抽象讯息。抽象讯息是属于非常难以理解，但是逻辑性非常强，它是属于一种无法触碰到和看得见的讯息。正所以如此，我们必须使用比喻法来帮助我们将抽象讯息转为更为具象、生动的例子。举个比例，数据库可以被比喻为一种图书馆管理，这也是因为数据库和图书馆它们彼此有相似的地方。就如图书馆，各类似的书籍有排序地储存，使得读者能够方便查找和借书阅读，就像数据库系统可以将各种数据有序地储存和访问一样。以上就是5个信息的结构，重点是必须明白每个人处理和储存资讯的能力有高有低，所以造成的讯息的不完整，而抓住重点往往形成了关键。不管我们在阅读和聆听，尽可能找出真正需要的信息。我们常常听到那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这些东西对大脑记忆、形成模型是毫无帮助。至于模型是什么，可以想想这本书，书中的模型就是目录，几页目录就概括整本书的几千个字词。如果你想要快速了解这本书的内容，你可以从书中的目录重点开始，结合内容，再用自己所理解的话表达出来，这会大量提高你自身阅读的能力。第二步骤，理解阶段，这也是多数人停留的阶段，也就是理解信息的表面意思。如果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仅仅是理解阶段的学习，反而聪明人知道要超越它。比方说，你正在学习一个新的数学公式，你知道公式里的每个符号代表是什么，然后才有可能应用公式来解决问题，把公式的由来、关系和用途都储存在大脑，为我所用。当你遇到比较难的问题时，放慢阅读速度，尝试将其分解为更小的问题，缩小范围，搞清楚你真正不了解的地方，你才可以深入阅读，跨过障碍。接下来，扩展阶段是整体学习当中最重要的环节，而聪明人在学习中都会逐渐形成自己一套的学习技巧。必须了解，记忆只是学习的一部分，而通过整体学习，你可以将整个讯息与其他讯息联系起来。尤其重要的是，这样学到的知识更加牢靠。接下来设想学习一门新的知识，比喻成建造一座新的城市，那么前面的步骤1、2阶段都是进行城市内部建设，而知识的扩展这一步是建立一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通道，把原来的知识和旧知识产生连接。比如说，小乔正在学习统计学课程，他理解教授教他的公式，也记住了一些例子，并且会用公式解决一些数学问题。现在小乔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一旦公式有稍微的改动，小乔就不会做了。这问题出现在扩展阶段还没做好。
这说明小曹缺乏了理解原理。在学习公式时，不仅要记住公式的本身，要理解公式背后的原理和逻辑。小曹可以探索不同的情景和问题，这也可以帮助灵活地运用公式，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。这也说明了所有的知识或公式都是独立的存在，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逻辑，必须了解它们彼此如何使用后，然后把它们运用在不同的情况下，并帮我们解决问题。要知道自己是否已吸收了新的知识，可以引用费曼学习法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明白一样东西，但关键时却无法叙述，就好像一知半解而已。这是因为我们的思路还没有完全理清。这时候费曼学习法都派上用场。这学习一共有4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每当你学习新的知识，假设自己是一位新的老师，然后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解释给对相关课题不了解的朋友。第二步，找出别人听不懂的地方，或者你本身无法解释的概念，可以使用 brainstorming 的方式。阅读后，在一张纸上涂鸦，把关键词和内容可以尽想成一个精简的故事。第三，把你的故事念出来。如果有说不同的点，可以多多使用不同的比喻法，好让不同的年龄层都能明白。最后一步就是重复以上的3个步骤，一直到你完全熟悉相关课程为止。费曼学习中有2个中心是最为重要，那就是简单和准确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步。在之前我们学了如何获取，第二如何理解和如何扩展。我们来到最后一步，就是应用。不管你学了多少门知识，应用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学来的知识应用去我们所要的地方，学以致用。For example， 如果你学习会计和税务，那你最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是要让你的公司受惠。税务的问题，你可以知道如何更加妥善地处理公司税务，并帮公司省税。而会计就能让你明白你公司的财务状况，下一年是否要扩张，还是拉紧裤子去度过。好了，我们来到最后的总结。整体学习分为4大步骤。第一，获取。获取当中我们有分辨和储存。第二，理解。第三，扩展。最后是运用。再用以上不同的技能，如比喻法、内在法、联想法，甚至费曼学习，好让你的大脑能压缩大量知识，并能实际应用在不同的场合。最后，希望影片的内容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讯息，谢谢大家欣赏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，希望你可以帮我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